大家好，我是牧羊。今天我们聊一个有点反直觉的话题。如果我问你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天，你可能会说是过年呀，或者是我的生日。但如果我问一个2000年前的古人，他可能会神色凝重地说是冬至。现在我们对冬至的印象可能是朋友圈里面一起发饺子，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晒汤圆，或者大家说冬至快乐，气氛一片祥和。但如果我告诉你，按照古代的玄学和星象学系统当中，今天实际上是全年当中最凶险、阴气最重的一天，你相信吗？别急着划走，不是在吓唬大家。你可以回想一下这几天，比方说今天，你会不会觉得身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比方说你明明什么活都没干，但是就觉得很累，就是觉得很疲惫，不想动。有可能觉得情绪特别的低落，甚至没有来由的就是想哭，或者感到有一种心慌的感觉。又或者是这2天的梦特别奇怪，可能会梦见一些好久没有联系的故人，或者已经是离世的亲人。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的话，那恭喜你的身体还是很敏感的，它准确地感应到了在这个节气之下我们身体的感受。因为冬至这一天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吃饺子的节日，而是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当中，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钟摆，那么摆到了最高的那个点，即将停滞的那一个瞬间，那这一天是北半球白天时间最短、夜晚时间最长的那一天。用我们祖先的话来说，就叫阴极之至，也就是说阴气在了这个时刻积攒到了最高峰。我们都知道呀，叫物极必反，也就是说阴极到了极点的话，就意味着阳气马上就要诞生了。但是呢，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就好比在黎明之前黑暗的那一刻，虽然光明马上就要来了，但是此时此刻四周可能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所以以前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冬至大如年。那么小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说冬至这一天就像过年一样非常的热闹喜庆，但是我翻看了非常多的古籍之后，特别是查阅了汉代之前的一些古籍，我才发现可能我之前的理解是错的。那么大如年的背后呢，藏着2层意思。第一层呢，它在古代曾经确实是年。那么第二层呢，可能是更加隐秘的一层，就是它像年关一样是一道坎。因为古代人对冬至的态度不是我们现代人可能就庆祝 happy， 而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敬畏感。那么在这一天有一个千万不要做的禁忌，那这个禁忌皇帝会遵守，军队会遵守，包括商人也会遵守。那么古人说的冬至大如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天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天机？而那个绝对不要做的禁忌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些历史的真相给揭秘出来。为了搞清楚冬至大如年不是一句空话，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们以前的这个老黄历。看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冬至就是大年初一。这个事情得从周朝开始说起。我们现在过的春节，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其实是汉武帝之后才定下来的夏历。但是在周朝以及继承了周礼的秦朝，甚至到了汉初，官方通用的历法呢是周历。那么周历最硬核的是什么呢？它是以子月为正月。什么叫子月呢？就是冬至。那么周历跟夏历有什么区别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以子月为正月。什么叫做子月？就是冬至所在的那个月。换句话说，对于无论是周公、秦始皇还是刘邦这些人来说的话，冬至这一天就是他们的新年元旦。那么在《汉书·律历志》当中记载的就很清楚，叫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意思是说，冬至这一天，天地之间的第一缕阳气出来了，代表君王的道义呢开始增长，所以值得大肆庆贺。那么哪怕后来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了历法，把过年挪到了立春前后的寅月，也就是说现在的春节，但是冬至地位仍然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宋代，它的地位达到了巅峰。我手边有一本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呢有点像宋朝的 vlog。那么孟元老在里面详细记录了北宋都城开封过冬至的场景，那就是一场大型的 cosplay 的狂欢节。书中就写到，11月冬至，今世呢最重此节，虽至平者，1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酒，享祀先祖，一如年节。
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冬至这一天，哪怕是家里最穷的人，平时借钱度日，那这一天也要想办法去哪怕借钱也要换上一身新衣服，买酒买肉回家祭祖。而且宋代的政府很人性化，冬至呢是法定节假日，在《文昌杂录》当中记载，冬至3日，也就是说官方放假3天。哎呀，你想想，我们现在春节调休拼拼凑凑才几天，人家宋代一个节气就放3天假。在这3天当中呢，朝廷会停止办公，民间呢停止营业，哪怕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博彩游戏叫官扑，政府都特批在这3天内解禁，允许大家合法的在街头赌钱娱乐。所以呢，这个冬至大如年有点像古代的狂欢节。但是注意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反转，就是既然冬至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到了现代它变成了一个饮食或者祭祀先祖的节日？除了吃，我们好像找不到别的一些仪式感了呢？这里要提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新年和我们在这个宇宙节律当中的新年，它开始分离了。我们人类去定义新年往往是跟着政治走的，皇帝说哪一月是正月，哪个月就是正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大自然，我们的宇宙是不听皇帝的，太阳是不听皇帝的。在天文学当中冬至呢就是太阳直射点到达南回归线的日子，是太阳回家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人类的历法不管你怎么改，冬至永远都是太阳周期的一个零点。那么在这一天当中，我们身体的感觉对应易经当中的卦象就是复卦。可能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概念，大家觉得有点干巴巴的，那我们不妨跟随镜头把时间走回公元1102年，到北宋徽宗年间的开封府。如果这个时候你走在御街之上，你会看到一幅让你瞠目结舌的画面。那么在冬至的前一天夜晚，整个开封城是不夜城，你闻到的空气当中不是寒风的味道，而是一种浓郁的混合着猪肉大葱和羊肉汤的香气，家家户户都在捣糯米擀面皮。在《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这一天呢叫小至，所有的富贵人家都要把家里珍藏的地毯、古董、金银器皿呢全部摆出来，放在大门口展示。这不是炫富哦，这叫备冬。而街面上最疯狂的是一种叫官扑的游戏。平时呢是违法的赌博，但是冬至这3天，皇帝特赦，全民解禁。你能想象吗？大街上摆满了摊位，转盘赌、掷硬币，赢了的包走车马头饰，甚至还能赢下整个烤猪。那输了的，哪怕把身上的棉袄输光了，也得乐呵呵的光着膀子回家。这种极其世俗的一种狂欢，让大家可以释放一整年的压力。也就是说，古人虽然不懂心理学，但是也知道在进入严酷的寒冬之前呢，让自己呢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狂欢过后，冬至当天的黎明，画风就变了。天还没亮，皇帝就要出宫了，这是一年当中最盛大的祭祀。如果你在皇宫的宣德门外，你会看到有几千人的仪仗队，举着几百种不同的旗帜，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一种颜色呢都对应着5行的方位。全程静默，没有一个人会大声说话。此时呢，皇帝呢要代表臣民和天去对话，他要脱下龙袍，换上特制的祭服，赤脚走上祭坛。在这个仪式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皇帝要喝一杯福酒。这个福酒不是为了庆祝，而是受誓，他要向老天承诺我每一年会做一个好皇帝，我会敬畏老天爷，我会爱护百姓有点像做一个述职报告。那么到了第3天，仪式结束之后，真正的烟火气开始了。那宋代人冬至吃什么呢？我们现在可能会吃速冻饺子，他们吃一种叫做馄饨的东西，吃它呢就是为了打破馄饨，开天辟地。还有一种很奇葩的美食叫做冬至盘，里面装着兔肉、鹿肉、野鸡肉，还有各种果脯。亲戚朋友们之间相互送，谁送的盘子越精致，明年谁家的面子就越大。还有平时不出闺门的女子，那这一天也会换上崭新的冬衣，插上专门的冬至书，3、5成群的去庙里面烧香。你看宋朝人的冬至有放纵的狂欢，有敬畏的祭祀，也有精致的美食。他们在用这种非常隆重的方式去对抗冬天的这种萧瑟的感觉。而我们现在人呢，反而失去了仪式，只剩下了去吃个饺子或者驱寒。那么也许这就是我们觉得冬天很难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刚才说过，在易经的64卦当中，对应冬至的这一卦呢是地雷复。这一卦非常的有意思，它真的很形象，就是这一卦上面是坤卦，代表大地，代表着寒冷啊、阴暗啊。那么下卦呢是震，它代表是震动的感觉，代表着是刚刚开始出现的那种生机。那这个画面就有点像在厚厚的大地之下，在非常深的黑暗之中，有一颗种子开始萌发震动，这就是冬至的象，一阳来复。那么很多人一听到说，一阳来复不错呀，阳气来了，我要支棱起来了，我要去嗨了。但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对冬至确实有很多的误解。在易经当中啊，这个阳叫初阳，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它非常的微小，非常的柔弱，所以呢，它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它。那么在易经象传当中，针对这一天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叫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翻译成现代话就是，以前那些懂得大自然天道的君王，到冬至这一天会下令关闭城门，关闭边关。所有的商人，大家就不要去做生意了，好好休息一下。所有的官员呢，也不要到处去出差了，去巡视了。甚至皇帝这一天呢，也要罢朝，把自己停在家里面，好好过生活，不要去忙着工作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古人突然觉得这一天很辛苦，要犯懒吗？并不是，是因为古人认为一阳来复这个阳气的种子，在今天需要特别好好的去呵护。它有点像孕妇刚刚开始着床的时候，你不要去跑动，不要去折腾它。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藏着古人的一个智慧，就是真正的动实际上是在极致的静当中才开始萌发的。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太喜欢动了，我们会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会崇尚说生活要奋斗，事业要奋斗。但实际上在冬至这一天，易经的概念是说生活需要静下来。如果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的话，非要在冬至这一天去剧烈运动，去奔波劳碌，按照易经的智慧，这就是逆天而行。那既然讲到逆天而行，我们就回到前面讲的那个绝对的禁忌是什么？我们不说那些神神叨叨的概念，我们只是说非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最重要也是最严重的禁忌，就是要进房事。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很好笑，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我做哪一天房事跟日期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你去看一个有分量的中医养生的一些著作，比方说尊生八简，或者是道家的一些养生的篇章，他在冬至这一天都会劝你，就是说要色欲之戒。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的逻辑当中，肾脏对应的是冬天，肾藏精啊，所以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燃料。那如果在冬至这一天强行的去行房的话，就是相当于在身体最薄弱、最需要积蓄能量的时候，强行的把它做了一个泄洪，就像那个孕妇刚刚着床就开始蹦蹦跳跳去跳绳了，会透支我们来年的生命的能量。如果我们充分的去做身体扫描，去感受我们身体的话，你在冬至的前后去泄欲，那么第二天醒来的疲惫度可能是平时的好几倍，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腰酸，这就是真阳受损。那第二个禁忌呢，就是要忌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因为不管是大喜大悲暴怒，那冬至这一天我觉得还是要收一收的。《黄帝内经》就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我们刚刚说冬至是复卦，底下有雷，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如果你今天发飙的话，你的气血也会跟着剧烈的震荡，所以保持平和也是去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第三个禁忌呢，就是不要去做大汗淋漓的运动。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很喜欢运动，去健身房去觉得我一天不去了，我身体都很难受，练得大汗淋漓。但是我们在中医当中说汗为心之液，也就是说人在冬至这一天气血是向内收敛的，它是要藏在脏腑之中去滋养我们的器官的。那么冬至这一天本来外面的阴气就重，如果你去跑一个什么半马，蒸个桑拿，或者搞得大汗淋漓的话，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把大门打开，欢迎强盗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冬天健身，结果越健越虚，一吹风就感冒的原因，就是肌肉试炼出来了，但是伤害了我们内在看不见的脏腑。但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工业化之后，跟古人有个很大的区别。古人到了冬天，庄稼也不能去种了，所以大家呢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晒晒太阳，发发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要上班，特别到年底的时候要冲刺什么业绩，所以就会导致越到这个冬至前后反而非常的繁忙。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非常本能的在这个时候好想休息休息啊，可能躺在床上或者晒晒太阳，但是我们的老板会说，哎呀，这边有一个工作你必须要完成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互相拉扯的感觉不仅仅会让我们的生理上非常的疲惫，也会让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情感上觉得非常的疲惫。我们古代人会说叫什么阴气重，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视角来给它祛魅。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人说的阴气其实反映到我们今天对应的是光照和激素。也就是说冬至这一天呀，白昼最短，意味着我们接受的自然光是一天当中最少的。那么光照减少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清素浓度下降，这种血清素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种喜悦或者是快乐的一种激素，而另外一种就是褪黑素反而会在因为黑夜增长的这一天呢过量分泌。那么血清素少了，我们就不开心了；褪黑素多了，我们就想睡觉，觉得浑身没劲。这就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 SAD 季节性情感障碍，俗称冬季抑郁。所以我们需要原谅这一天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并不是我们生病了，它就是自然的规律。这两天有很多朋友会感慨，觉得回看自己的这一年有点一事无成的感觉，或者看到外面灰蒙蒙的天，叶子都落光了，会觉得有一种忧伤的感觉或者抑郁的感觉。其实不是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大的问题了，只是因为这两天光照的原因导致我们的生理激素做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情绪的低落一定是坏事吗？还真不是，因为心理学就会认为呢，情绪的低谷往往是潜意识大门打开的时间。我们如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血清素爆棚的时节，我们的能量是向外走的，去关注我们对外的这些关系、社交、事业、工作。但是在我们这个寒冬的时节来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开始内敛，开始往内收。而到了冬至这样的隆冬季节，我们的能量会本能的往内收，我们会更多的关注自己。我们现在的社会有的时候会过度崇尚这种向外的感觉，就是要正能量，要积极向上啊，要永远什么热泪盈眶。但是我们好像不习惯说去面对这种黑暗，面对自己这种虚无感或者空虚感。换句话说，好像我们有一点丧失了与黑暗共处的能力。所以冬至这一天的这种所谓的抑郁感，就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它会强迫让我们去面对平时用忙碌去掩盖掉的我们真实的那些身体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在冬至这一天，我们内在的生命能量反而能够更好的流淌出来。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的冬至啊，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地球上的西方文明，它也会有相似的季节。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而冬至呢一般是12月21到22号，这两个日子之间只差了3天，非常的接近。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绝对不是。在历史学家眼睛当中啊，圣诞就是被收编的冬至节。什么意思呢？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前啊，古罗马人非常崇尚太阳神。在罗马历法当中啊，12月25号有一个非常神圣的节日，翻译过来叫不可战胜的太阳神节。那为什么是25号而不是冬至当天的21号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天文学的现象，就是在冬至的这一天，太阳运行到了最南端的时候，仿佛停滞了。那古人通过肉眼观察就发现呢，太阳在那一天不会马上就回头，好像在那个最低点会停滞个3天左右。也就是说，从23到25号，直到25号开始，太阳的轨迹才以这种肉眼可见的方式逐渐的向北移动，我们的白昼才真的开始逐渐变长。那么，所以对古罗马人来说呢，12月21号冬至这一天，就像太阳在这一天进入它的衰退或者死亡阶段。而到了12月25日冬至这一天，是太阳的复活或者是重生的季节。那么后来基督教为了在罗马传教，非常的聪明，去移花接木，他把圣子的生日直接定在了太阳神重生的这一天，寓意就是圣子是世界的光，是公认的太阳。所以我们下次再看到大家去晒圣诞节的时候搭这种松树的圣诞树哈，实际上你就知道它是北欧的维京人在冬至这一天去燃烧有耳原木的一种变体。那么这个日子实际上是当时的人类去庆祝光明终于战胜黑暗的这一天。你会发现无论肤色、信仰、文化不同，但是人类对冬至这一天的敬畏
反而是相同的。我想这可能是千万年来这些古人们在漫长的冬夜当中，在火堆旁边去祈祷太阳早点回来吧，好冷啊。那讲到冬至，我们还是绕不开那个神秘话题。在很多南方的地区啊，冬至的地位之所以很高，它是3大鬼节之一，另外2个是清明和中元节。因为老一辈的人会说呢，冬至啊天黑的早，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转悠，今天晚上朋友多。听起来挺吓人的是吧？但如果我们把这种传统的说法放在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的通透。比方说，为什么要选在冬至这一天祭祖？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冬至这一天，我们的能量开始内敛，我们的情绪情感的感受能力会变好，所以在这一天，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连接会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前面说了，冬至这几天是不是更加容易去梦见已经离世的亲人啊？有的人会害怕，我是不是撞邪了？不用害怕，因为在所谓的这种阴气最重，就因为外面的环境也非常的安静，我们的内心也非常安静的时刻，我们的感受能力出来，我们的显意识，也就是我们的理性大脑，我们的这些防御机制会削弱，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变得很敏锐。道家就说那个元神会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所谓的这种集体潜意识之间会产生更加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跟祖先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变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做的这些梦并不是说闹鬼，而是说它在潜意识层面当中，好像虽然这个人不在，但是我们在心灵当中和他去重建一次。我们以前有一个误解，觉得祭祖啊，就是说我们去祈祷这个祖先来保佑我们，但实际上祭祖是我们和家族之间的能量做一次深度的链接。就像外面的一些树，到了冬至的这一天，叶子都已经落光了，那这个时候树靠什么活下去呢？是靠它深埋在地下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根系来输送养分。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祖先就是我们这棵生命之树的根。所以如果在冬至这几天我们梦到了过世的亲人，实际上不用害怕，也不用去恐惧，反而我们心里面可以和他们交流，就是我很好，谢谢你赐予我们的生命。在你心里说完这句话之后，你去体验一下，可能你的身体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一种沉甸甸的能量感，它有可能对应在我们的海底轮的位置，你真的能感受到一些。那聊完了生理和心理，我们聊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冬至这一天的天机的话，这就是止，平直的止啊。老子在《道德经》当中有6个字，叫致虚极，守静笃，就是要把内心的空虚达到极致，而在坚守清静，达到笃定。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真的还蛮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忙了，我们的手机24小时开机，我们各种 APP 层出不穷，而且我们都不太能允许自己能停下来，感觉自己一旦不努力，好像就要被社会淘汰的这种感觉。所以就算是我们的身体暂时停下来，脑子好像也很难的充分的休息下来。而冬至这一天，其实在提醒我们，反而需要给自己一个真正的休养生息的一个时间。其实冬至这一天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我们在法律也好，在道德也好，就是我们可以合法摆烂。就在今天，如果我们会觉得不想动啊，只想躺平，只想发呆，你就可以非常的理直气壮的说，我并不是懒惰呀，你看我这是在顺应天道。只有当我们彻底的静止下来的话，我们把一些无效的社交、无效的焦虑、无效的一些欲望，才能够真正的归零。那听完这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打算过一个不一样的冬至了。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把这些前面说的理论能够落地，我整理了一份我们现代人的冬至闭关的一个参考。我们不需要像古人一样跑到深山老林当中，只需要去做3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冬至今天晚上要早睡，这是最基础的，因为冬至这一天是一年当中阴气最重的一天，也是我们能量，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能量消耗最重要的一天，也是我们的生理也好，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消耗非常多的一天。哪怕你全年都在熬夜，那么在冬至这一天晚上，一定要在子时之前11点之前睡觉，因为子时是一阳生发的一个时候，我们需要在睡眠当中才能很好的去迎接它。第二呢，就是可以吃一点厚重的东西，不管是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或者是羊肉汤，其实吃的不仅仅是那个生理性看到的那个热量，更多的是在那种情绪感受层面得到了一些温暖的感觉。比
比方说一些厚味的东西，一些球根类的一些，比方萝卜呀、山药这些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把能量往下引。当然，在这个地方要根据各位的体质去吃一些适合自己的食物。那第三件也是我们今天视频最核心的干货，就是亥时冥想。这个我相信大家在报了一些冥想班，可能都是听不到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冥想的核心是养元。具体怎么做呢？要记好时间点，也就是在冬至这一天的21点到23点亥时的这个时间段。当然，如果你睡得早，可以再往前提前一点，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子时的一阳生，应该说是一年当中最黑暗、阴气最足的那个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注意是坐着，而不是躺着，那样的话你太容易睡着了。那第二步呢，是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一个深埋在地下3000米的一颗种子。这个时候你去感受那个黑暗，你的四周是无尽的泥土，黑暗、冰冷、沉重，让你感受到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不要去抗拒它，去接纳这种黑暗的感觉，因为那是孕育我们能量的土壤。第四步，点火，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下丹田，也就是肚脐内3寸的位置。想象在那片漆黑的土壤之中，有一点点微弱的火光慢慢的点亮起来。它非常小，比火柴头还要小，但这缕光芒是温暖的。我们就看着这一个火光，然后去喂养它。我们吸气的时候，想象整个宇宙的能量都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当我们呼气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小火苗在滋养之下又变亮了那么一点点，变暖了一点点，然后用这种方式持续15分钟。这15分钟你不用着急，非常放松的、平静的去感受我们的呼吸，去感受到这个生命的火苗在我们的呼吸吐纳之间变得温和，变得慢慢明亮了起来，变得越来越温暖。这个动作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层面帮助我们护住我们非常珍贵的心灯。只要这盏灯不灭，不管外面有多么寒冷，我们的春天终将会到来。那以上是我们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观看，也感谢你的点赞、分享、评论、关注。祝大家冬至安康，我们下期再见。